刚才我移动尸体的时候，发现十字架有被砸过的痕迹，所以我怀疑凶手用的是飞虎爪。飞虎爪？对。他们先把飞虎爪的爪头扔到十字架上，然后背上尸体，顺着绳子往上爬，爬到顶之后，把尸体用绳子勾住，挂在十字架上。背着尸体爬，这得费多大劲儿？肯定是青壮年男性啊。那你做得到吗？我可以试一试。各位有用过餐吗？还没呢。要不要一起？不必了。啊呀，今天免费的都不吃啊？教堂的午餐我吃过，相信我，吃完你会怀疑人生的。好，有需要我的地方，请告诉我。这个人有点意思啊。你不会怀疑他吧？那倒不至于，只不过他作为这个教堂的神父，教堂里发生了这种事情，他的反应未免也太镇定了。如果你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同事突然死了，你也会很高兴的。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别想太多了，走吧。你是不是疯了？当着那么多人面胡说什么？我真的没疯，你相信我，我真的看见了。这，你那是幻觉。你听我说啊，志刚走了之后，你日思夜想，机缘成机，你饭吃不好，觉睡不着。这时间一长呢，精神恍惚，这是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产生的错觉是正常的，你知道吗？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是幻觉，我真的看见他过来了。好了，你相信我，我也恨这个马克西姆。你恨他，你只是这么说，你没这么做过，你。那个说，儿子死了之后，我是整天做梦都想亲手杀了那个畜生。你怎么知道我没杀他？你听我告诉你啊，那个马克西姆是我杀的。哎，听他说话你能死啊？果然是你啊，陈会长，跟我走一趟吧。首先，我先声明啊，我很同情你，所以只要你坦白，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你求情，争取轻判。探长，我是冤枉的。冤不冤枉我自己会判断。说吧，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在哪儿呢？在教堂，我的宿舍。你的宿舍。你的宿舍在教堂走廊的最外一间。凶手把飞虎爪抛向十字架这个动作不可能一次就成功，掉到地上一定会有声音。如果你在宿舍的话，不可能听不见。我这人睡觉一向很沉的，这一点上你可以去问我太太。况且，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又喝了些酒，你就是地震也无法把我震醒啊。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啊，半年前，你被选为会长的时候，没有住进教堂里，但3个月前你儿子死之后，你却主动要求住进教堂，为什么？你儿子死了，老婆不让报警，这事儿换了谁都受不了。哎呀，我是真想杀了那个混账，但是我不敢呐。那你为什么告诉你老婆，是你杀了他？说呀！我儿子死后，我太太整天的精神恍惚，濒临崩溃。这孩子要是死在一般人手里，那也就算了。可凶手是个神父啊，这对一个虔诚的信徒来说，意味着什么？信仰的崩塌。没错，我的太太再这样下去，
一定会疯掉的。他现在整天认为是儿子的鬼魂回来复仇的，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我向他承认，是我杀了人。我只是想给他一个可信的理由，让他别往牛角尖里去钻。放屁！别激动，这个理由勉强立得住。你先把我第二个问题回答了，为什么突然住进教堂？大松儿子死了之后呢，我和太太整天的吵，我整夜的睡不着，我只好搬出来了。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太太的病呢会渐渐的康复。可谁成想，你们都看到了，这病情是越来越严重。狡辩是吧？好，我上个证据给你看。这个是我们在你房间找到的血衣，这个血量是谋杀哈？是谋杀，是谋杀，可不是我的谋杀，是马西姆的谋杀。这衣服上血迹是我儿子的，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问我太太，也可以去问安格斯神父啊，他们都可以证明。安格斯神父也知道，是他知道。那他什么反应？他也是无奈。这之前呢，他劝过马西姆，甚至威胁过他，可是收获甚微。这个畜生啊，这个混账东西，他谁的话都不听，包括上帝的话。所以你就亲自动手了？我多希望自己有这个勇气，但是我做不到。杀一个神父，这什么罪名？这是下地狱啊！主啊，求你告诉我，指引我，我到底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呀？你觉得呢？你是主审官，你问我。他说的话不管真假，先放一边啊。以我的直觉来看，杀人的不是他们。直觉？当然。你以为杀个人那么容易啊？就你这样的，给你只鸡，你试试。可是仇恨会让人做出很多不可能的事情来。他们的上帝或者那个安格斯神父，帮他们消解了很多仇恨。出事以后，我听修女说，那个神父经常开导他们两口子，而且一聊就是一宿。那在他的教堂出了事儿，他总得擦屁股。那件血衣你怎么看？你费这么多心思杀人，明知道警察马上就要来了，还敢往屋里藏血衣？能不能是被人嫁祸的呀？我怎么知道呀？不过可以确定，凶手就是教堂的人。为什么？跟我去个地方，你就知道了。这有点奇怪啊。这儿比其他地方都干净，一点灰尘都没有，应该是刚被清洗过不久。但是只要你仔细找，应该还能找到血迹。这里应该就是凶手杀害马西莫的地方，现场这些工具里有把刀，应该就是凶器。那刀是马西莫的。这儿又是他的施虐地点，那被清洗的血迹和痕迹，就一定没有可能是他留下的吗？你脑子又落家里了？你脑子又想搬家了呀？马西莫长期在这里虐童，这是所有神职人员都知道的事实，所以他完全没有清理现场的必要。你再看这些皮鞭，上面有清晰的血迹，可这把刀上却完全没有。他的确没有必要只清理一半的工具啊。由此可见，凶手就是在这儿用这把刀杀死了马西莫。凶手知道有墓穴，还知道怎么下来。那这么看的话，他的确是教堂的人，而且作案工具就在那儿。把范围缩小到这儿，就好查了。能背着尸体，顺着绳子爬10多米。
应该只有程会长了吧？也许不是一个人作案。那你的意思是，他太太也有可能帮忙，可他们俩之前的对话，也有可能是故意演给我们看的。还有那些唱诗班孩子的家长也有犯罪嫌疑。其他家长，杨素芳声称她在现场看到了她儿子，对吧？那么我们假设她说的是真的，那这个儿子就另有其人。你觉得凶手让谁来演这个鬼的可能性最大？唱诗班的歌童，脑子是个好东西。所以你现在还没告诉我到底谁的嫌疑最大呢？挺有钱啊，这。看仔细点儿。之前我去过很多教堂，去干嘛呀？蹭吃蹭喝呀？去欣赏艺术呀。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伟大的艺术品呢，都是宗教题材。那一年我在梵蒂冈，看着穹顶的壁画，还有各种各样的雕塑，我哭了。哭了？为什么哭呀？心灵的震撼。那一瞬间，我作为一个凡人，才真实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小心点儿。差点真的见上帝。你见的是路西法吧你？嗨，你什么态度？修女嘛，侍奉的是上帝，跟我们这些凡人是没什么好聊的。你量什么呢？你猜？我怎么知道？发现什么了？我发现了上帝存在的证明。你们是不是很喜欢马西莫神父啊？听说在这座教堂里，只有你们两个没跟他起过争执，所以你们很喜欢他吗？没有，没有。我想，在这所教堂，应该没有人会喜欢神父马西莫吧？真的吗？上帝会为我们证明。那不喜欢，那就是烦了。你既然烦他，为什么要忍他呢？亲眼看他做出这种事情，却默不作声，这不是也是作恶吗？不是这样的。安格斯神父经常会公开斥责马西莫，而且马西莫只是副本堂神父，我们有任何的不满都会绕过他，直接和神父安格斯说。只是什么？
Father, have you decided there's no need to go? 确定了。 If you really went to Guangzhou today, Massimo would have become the priest of this church. I get scared just thinking of a child-abusing priest. 我们每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恶魔，神父马西莫只是太轻易让心中的恶魔掌控，他会向我忏悔，但是每个晚上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 Is that why? You let him do as he wills? The horrors that he wills? 他做他所想，却不能像他所想，这才是他可怕的地方。不知陆先生为何进我房间，连门都不叫。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如果陆先生告诉我要找什么，也许我可以帮忙。 I'm looking for a weapon a killer used. Can you help me with that? 听说你去过梵蒂冈。 News travels fast. 修女告诉我的，说来惭愧，我没有去过。 It's worth the trip. Quite an eye-opener. 离住最近的地方，这一生总得去一趟。 The place closest to God is right here. 说的也是。我正到处找你呢。你要找的歌童，警局找到了。漂亮，你就是个天使，你知道吗？你这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案情陷入焦灼状态，只有你带来了点好消息。你要知道那孩子怎么说的，可能就不那么高兴了。他说什么了？他说前一晚他确实是被神父马西莫带到了墓穴里，一直待到凌晨1、2点，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看到？我知道了。哎，你又知道什么了？你把话说完行不行？赶紧的，再不走凶手就跑了呀！谁是凶手啊？去了就知道。啊？我知道凶手是谁了。我也知道了，谁啊？安格斯。那个神父。什么乱七八糟的？他正在审讯室呢。大哥，你以后能不能别老乱抓人？是他自己过来自首。 I've always been aware of Father Massimo's behavior. After the poor child died, I urged Ihor to go to the police, but his wife was not willing to do so. It was just 2 weeks ago I heard I was going to be transferred away from here. I know that as soon as I'd leave, the deputy priest Massimo be promoted to become the priest of this church.
and this will only encourage his violent behavior. He has abused every child in the choir. He even started buying poor kids from outside. As a priest, I couldn't just allow myself to live like this. So, you killed him? That was the only way I can stop him. 那你是怎么杀害他？ First I drugged him. Then I dragged him outside to a pit. I found a knife there and used it to stab him to death. Then I put nails through his hands and feet to show his sins to God. Then what happened? Then You're coming up to 60 years old. How did you climb up a cross more than 30 feet high holding a rope in your hand and him on your back?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ere I got the strength from. I think God gave me the strength. God gave you strength. Is your God even willing to help you when you kill and lie? 三坨，很明显他在说谎。 No, no, no. You already know who killed Massimo, don't you? I did. You don't have it in you, but I know who the killer is. I also know the reason why you handed yourself in. It was me. I killed him. It was me. I killed him. 半个小时之前，安格斯神父已经到巡捕房自首了，说他就是杀死马西莫神父的凶手。不可能，安格斯神父不可能是杀人凶手。安格斯不可能杀人，可他却自首了。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谁是杀人凶手，却心甘情愿地替他们顶罪。凶手就是这三位。什么？这三位？别说他们3个，就他们30个也不可能背着尸体爬这么高啊！他们是不可能，不过也没这个必要，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格致爱好者。这个人想到了一种精妙而又有趣的办法。你是说棺材里的绳子？没错，乔探长，借您一用。干什么？掩饰犯罪过程啊！你难道不想知道吗？不借。阿斗，过来，把绳子一头绑上他，一头绑上他，扔过去。凶手就是借助十字架平滑的表面，将其变成了一个简易的滑轮，从而改变了力的方向。如此一来，他只需要在一端拖拽，这样就可以把尸体吊上数米高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上的凹陷并非飞虎爪造成的，而是烛台。没错，我找遍了这个教堂所有的烛台，只有在修女房间里的烛台上面有凹陷的痕迹。可是十字架上并没有摩擦的痕迹啊。这个十字架的材料很特殊，叫不锈钢，不同于生铁，铜制的烛台可以在上面砸出痕迹，但这种钢耐磨性很好，所以绳子在上面不容易留下擦痕。好，就算他们可以成功的把尸体拉到跟十字架一样的高度，那怎么挂上去的呢？难不成飞上去的？发现尸体的时候，我在他腰部闻到了土硝的味道。一开始我还纳闷，一个被捅死而且吊在半空的尸体，为什么会有这种味道？但当我再一次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个悬空的十字架离2楼的走道很近，拿个棍子就能捅到了。墓穴的长棍。没错，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死者颈部跟手臂的绳结打得比较大，也是为了可以隔空更好的勾到的缘故。第3个人来到2楼走廊，利用顶端带钩的木棍，便能将尸体成功的套在十字架上。操作的
这么复杂吗？可见他们杀人之心有多迫切。现在，可以派人下到墓室搜查。我敢保证，在马西莫遇害的地点附近，可以找到一根棍子、麻绳、钩子和石棉布。那这石棉布是做什么用的？用来解开绳子呀。与尸体隔着3-4米远，固然可以用钩子把它固定在十字架上，可是在他腰部的绳子却不容易解开。于是这位聪明的修女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也就是烧断绳子。你以为麻绳这么好烧断呢？所以才要进土销呀。就是说那个石棉布隔绝火苗用的。对的，石棉布是不可燃的，把它绑在绳子里面，这样来火苗就不会烧到尸体。绳子烧断之后，布自然而然也就掉下来。报告探长，这些是我在棺材中找到的。现在，如果再派人去这个修女的房间搜查，应该可以找到几本关于格致的书，一个有凹陷的烛台，还有……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你们极力想挽留的安格斯神父已经认罪伏法了。你们真的希望他替你们顶罪吗？你说的都没有错。其实，我们早就该为孩子们复仇的。蹲着干嘛？没有用。教堂不能没有安格斯神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做的。行。喂，你说的另一个证据，到底是什么？去他们房间的地毯看看就知道了。其实你早该报警了。他是神父，还是梵蒂冈来的？这是什么？工部局派人去梵蒂冈做了调查，发电报说死去的马西莫并不是神父，他是罗马街头的一个混混，杀了神父之后冒名顶替，来上海逃难的。什么？我们退一万步说，即使他是真的神父，但他犯下如此暴行，你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也无权包庇。就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纵容，才酿成今天的惨剧。神父啊，我相信你对上帝的虔诚，但作为一个男人，你不够爷们儿啊。I just got the news. Father Angus was transferred. I will be organizing everything now. Just wait and collect your money. For the next 6 months. I never thought things could go so well. This really is a gift from God. All thanks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for giving us these outstanding students. Lu Yao should be in the Trinity College Hall of Fame. Every step it takes is under your control. You know, I know how he thinks very well. He's a mathematics student. We only need to use him right to get what we want. Here, let's toast to my outstanding younger schoolmate. Cheers. Cheers.
路遥为什么会是他们的妻子？这个诺曼到底是什么人？之前呀，我派人打听过，这个诺曼是军队的一个高官，他在非洲待过几年，后来在部队出了事儿被调离，之后才来到上海。出什么事儿？他为了抢文物，派军屠杀了一个村，事后所有相关的责任人都被灭了口。此人的手段可是不可小觑呀！我开始担心路遥和佑宁的安全。赶紧多派些人，日夜给我盯紧吧。佑宁就是我的命根子，也是我的软肋。好，这就安排。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办完案子我不得领钱啊？辛苦了。晚饭吃了吗？脑子用太狠了，吃不动，你让我歇会儿。哎，那几个修女啊，也真是可怜，明明都是好人。好人？好人能想出这么毒的招吗？为首那姐们儿肯定是个天蝎座。你什么星座啊？我处女啊，这还要问吗？我白羊。那咱俩性格确实不太合，要不是为了谋生，朋友都没得做。谁稀罕跟你做朋友啊？您那么累，还是尽早回屋歇着吧。啊，晚安。拜拜。开门呀！怎么才回来呀？办案呢，姐。我可是等了你一整天呢。我交房租了呀。谁跟你聊房租了？今天我们来聊聊感情。那你跟我就是房东跟租客，有什么感情好聊的？哎，之前我和那个老外都快成了，就是被你给搅黄了。不是姐，姐你坐，咱们把这个事儿捋一捋。可以。你看，是白佑宁在那儿瞎翻译，然后把老外给吓跑了。不信你就问白佑宁啊。我问他了，白佑宁跟我说是你暗恋我，心生妒忌，故意把我们两个人给拆散的。白佑宁，你都不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好激动啊！我今天晚上可以留在这儿过夜吗？不行。白佑宁真的好了解你啊。什么意思啊？他跟我说你一定会拒绝我的，他说你嘴上说不，心里可愿意了呢。今天晚上只有你和我，老子跟你拼了！哎呀，不是，姐，你手我敢还不是吗？你有控制。哎，你怎么醒这么早？咋啦？生气了？你也太小心眼了吧！跟你开个玩笑嘛！你看你，开玩笑？那如果我把你跟乔楚生关在一个屋里，然后告诉他你喜欢他，你会怎么想啊？无所谓啊，反正不管怎么想，他都不敢动我。那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这么对我呢？
如果不把你交出去，孟小云会逼我给她个男朋友的。再者说了，以你的智慧，总能想到脱身的办法，对不对？所以昨晚到底是怎么把他哄走的呀？谁说我走了？你们不会真的没有？但是没有但是，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昨天晚上，我睡的床，他睡的沙发。哎，为什么？因为我们瑶瑶心里有人了。谁呀？这你就不必问我了吧。瑶，要是摆脱了这段苦恋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唉，苦恋？谁啊？白有宁。你，我不这么说的话，他怎么可能放过我呀？白有宁，这个梁子咱们结下了，你有等。别，哥，我错了还不行吗？少来，我不吃这套。我请你看电影，电影票我自己买得起，走开了。这电影你必须陪我看。我凭什么要陪你看啊？之前你给我改的剧本，被高松看上了。高松是谁？一个大明星啊。他呢邀请咱们去看他新片首映，等首映会结束以后，就可以谈条件了。什么条件？稿费呀。不想要啊？不想要算了，反正我也不缺钱。这个稿费一般有多少？一个大明星，再加上应该是个大制作，你去谈的话，几十大洋应该能谈下来。靠谱。你干嘛去？换身衣服谈业务去。怎么挑这么破的电影院做首映仪式？我哪知道？之前星光影院给他们提供了免费场地，但都被他们拒绝了。为什么呀？哎呀，明星有各种怪癖，可能是风水吧，习惯就好。各位观众、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谭笑。在此，我谨代表全剧组，感谢诸位对本片的大力支持。下面，让我们有请本片的导演李伟先生。有请男主角高松先生。看来掌声不够热烈啊！有请男主角高松先生。高先生，
啊？地震啊！震你个头啊！死了。谁死了？这是电影院，把观众扣着不放，以后出事了。没说不放，不过得把现场排查完，才可以放人。各位稍安勿躁，等巡捕房来了，排除了各位的嫌疑，马上就可以放大家回家。放你的屁！我坐的那么远，怎么可能有嫌疑？倒是你，就坐在他身后，如果是谋杀，你就是最有嫌疑的人。少废话，放你出去！这个电影院只有这一个出口，从开场到现在也没有人出去过，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巨大的密室。凶手就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凶手就是你好吗？哎，我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对呀，贼喊抓贼，等警察来了，第一个抓的就是你啊！是。对，第一个抓的就是你。想走的没人拦着，门就在那边。只不过，凡是这个时候着急离开的人，只能说明你们心虚，行迹很可疑。我老婆今天过生日，我还得准备回家做晚饭呢。我还有个会议呢。就是啊，快放人！放人！停！安静！高松这种大明星，你们难道不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吗？今天的大头条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发生了，人这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事情啊？对不对？对不对？倒也是啊，是有点道理。对，就是大新闻。立正，发阵。他怎么才来啊？今天这么快到现场啊？他就是犯罪嫌疑人，快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对，就是他！别听他瞎说。我呢，就是不巧坐在了受害者身后，但是我全程都在睡觉。有证人吗？当然有。谁呀？我啊。那你简单的介绍一下情况吗？死者叫高松，是这个电影的男主角。我亲眼看到他进场，还在那儿谈笑风生。过了5分钟之后，我睡着了。等我醒了，电影完了，人也死了。死因呢？腹部有鲜血，目测应该是外伤。目测？你没直接验尸啊？大哥，他们都说我是嫌疑人了，我还上去验尸，我不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吗？你没睡吧？我啊，没。这个电影挺好看的，就是摄影不太好，剪辑不够流畅。谁问你这个？我是说观影的时候有什么状况发生吗？没有，他坐在第2排，从头到尾我也没看见他离开，一直在座位上没有动过。哦，不对，怎么了？女主角朝他开了一枪。当然这么多人啊！我是说电影镜头。所以你是说他是被电影里面飞出的子弹打死的，对吗？这个标题绝对大卖。抓紧时间排查出嫌疑人吧，否则我怕场面控制不住。所有巡捕分为2队，一队对现场所有人进行排查，留下联系方式或身份证明；另一队进行地毯式搜查，寻找凶器。场外存放的个人物品也给我仔细的查。通知验尸官尽快验尸，查明死因。收。这次没有咨询费啊？凭啥呀？因为你也是犯罪嫌疑人呐。我有人证呀。我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电影，并没有看到你。如果你在装睡，一边打鼾一边谋杀，那也不是没可能。你是不是跟我有仇啊？哎，行了，别闹了啊！这样你得快点办。
不然后果很严重。怎么严重？老爷子的公司有投资。走吧，去现场看看。我不去，我是犯罪嫌疑人，我没有资格进入现场，我得避嫌。查理姆，Yes sir，把他带回去，给我关起来严审。行，这个案子我就算知道谁，我也不告诉你，我憋死你。走了。报告探长，全搜查过了，现场没有任何凶器，除了这个。你们确定电影放映的时候没有观众离场？我可以确定。你坐第3排，后面观众走了，你怎么会知道呀？进口在后方，但只能从侧面出，进进出出都在我视线内。那有没有可能是死者自带的武器或者机关呢？查过了，没有机关，也没有武器。他穿的是最普通的装束。谁说普通了？怎么说？他穿的可是意大利手工高级定制的纯棉衬衫，一套抵我2个月工资呢。出息！开放性伤口，腹腔内器官有大面积组织破坏。哎，你们2个靠得那么近，什么声音都没有听见吗？我在睡觉，谢谢。我在看电影，聚精会神。那总有别人听到吧？这种伤，不是一般子弹能造成的。继续。普通的子弹无法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如果说有什么能造成这样的效果，那应该是臭名昭著的达姆弹。达姆弹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扩张性子弹，弹头的构造是将弹头尖端的背甲去掉，露出铅芯。达姆弹进入人体之后呢，里面的铅芯因为惯性的作用从背甲内涌出，然后被压扁成蘑菇状，背甲碎裂扩张，然后迅速的撕裂伤口，完全释放出能量，让子弹达到爆炸性弹头的效果。这的确跟被害人的伤口很像。但是这种达姆弹早在1899年的海牙公约里已经被文明禁止了，当时的清政府也是签署国之一，现在已经很难搞到这种子弹了。哎，那会不会是剩下的？都多少年了，那子弹能用吗？没有贯穿性伤，尸体也没有被动过，那本该留在体内的子弹去哪儿了呢？而且那哥们儿也不是坐在第1排，如果凶手从前面朝他开枪射击的话，子弹是怎么越过他前排的观众而直接打到他的？来自幽冥的子弹，哎，标题有了。如果从正面攻击的话，观众一定会有所察觉。凶手是怎么逃过群众的眼睛的呢？妙就妙在这儿，首先，尸体身上没有任何能导致死亡的物品，然后在放映期间无人接近过他，甚至没有任何人听到可疑的声音。这个案子你要是能破，我给你顾问费。你这种空头支票我是不会再接的了，一开始还说有稿费，结果人都死了，我是不会再相信你的了。又不是我让他猝死的。去哪儿啊？旁边西餐厅，早饭都没吃，脑子转不过来了，补充一下营养。稿费什么情况呀？之前我跟3图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我写的，谢谢。初稿是我写的，改完一个字都没对，谢谢。主角名字是我取的。啊，那是你对本剧唯一的贡献，谢谢。德行。那个剧本我们给电影公司投稿后，导演拿给高松看，高松很喜欢，就约我们谈价钱。这没等谈，死了。开场之前他还跟我握过手，他说这个剧本还凑合，就是台词不行。跟你说了，那是为了讨价还价。剧本被指责欺真愤满，也算是杀人动机。那他早杀我1800回。那高松为人怎么样？问到我的本行了。这哥们儿是个花花公子，坊间传言他跟电影的女主角沈瑶光有什么？因戏生情啊？那是好听的说法，真相就是拍片的时候无聊，勾勾搭搭。等电影杀青后，沈瑶光想要继续保持恋情，而高松不干。他呀是拍一部电影换一个女人。沈瑶光觉得很受伤，就告诉了他老板。他老板谁啊？一个姓白的社会闲杂人员。注意点，言辞啊。
就在上周，高松在回家途中被几个彪形大汉毒打。哎呀，想到什么？啊，没什么，继续说。江湖传言，这事儿是我爹幕后指使，你怎么看？肯定不是老爷子做的。他是我爹，难道你比我还了解他？他跟我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你长。你多。江湖人有江湖的规矩，泡个妞而已，罪不至死。不过挨揍很正常，但弄死他真不至于。可是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因为花心被女主角一枪打死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死法很刻意吗？你们家老爷子如果想杀人，费得着绕这么大个弯？肯定不会啊。哎，那个电影女主角现在在哪？受了情伤，自己在家呢，1个月没出门，连首映发布会都没去。我捯饬捯饬，去妇科。那你俩去吧。那你去哪儿？找老爷子问情况呀。老爷子。高松还有3部片约在咱们公司，就算是想搞他，也总得让他把电影拍完了再说吧。搞错了女人，打一顿出气就行，何必杀人呢？哎，我也这么想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和小沈有什么关系？啊，哪敢哟！他是棵摇钱树，搞他，公司就不好管理。咱们是生意人，这么低级的错误可不能犯。明白了。佑宁的男朋友现在干嘛呢？破案。哦，等他办完案，让他和佑宁一起回家吃晚饭。路遥没问题，不过佑宁他……你去想办法，绑也要把他绑回来，别等腾达。好，我去安排。佑宁，瑶光姐，长远不见啊！听说你在做记者，《新月日报》。为什么不是大公报？这种小报有什么意思了？这位是路遥，租界巡捕房的探案顾问。沈小姐你好，我们这次来呢是想来调查高松的谋杀案。好啊。这件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刚才导演打电话跟我说了，真是无语了。沈小姐，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请你一定要节哀顺变。他死了，我开心还来不及，干嘛要节哀？那我问一下，你那天为什么没有参加首映礼呢？那个人，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他的事儿，我也懒得打听。案发时你在哪？怎么，我是犯罪嫌疑人吗？那不至于。我当时在华庭做头，有很多证人。听说他死得很惨啊，腹部中枪，现场血肉模糊。这个贱人被枪打死，真是便宜了他。他怎么你了？如果您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不说。你今天是怎么了？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其实，外面都传我俩恋爱，这个倒是不假。不过我也不是黄毛丫头，露水姻缘嘛，也不是第一次。我恨是恨在他问我借钱还不肯还，这算什么说法吗？男人有本事的花心点正常，
可是骗女人钞票，这种男人还算人啊？他骗你多少钱？也没多少，200大洋吧。唉，我就当是喂小狼狗了。沈小姐，请问你还单身吗？怎么，你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啊？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有钱或有权的。没事，我问完了。怎么了？说实话，这种伤我见所未见，怎么看都像是达姆弹所伤。这个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这正是我纳闷的。如果是达姆弹或者是其他的爆炸物，不可能不在体内留下任何的爆炸残留物。你们看一下他的尸体，什么都没有，真的是见了鬼了。有没有可能是伤口被人清理过？怎么可能？伤口血肉模糊，不可能清理得如此干净。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做个硬膜试验，检测硝烟反应的。没这个必要，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检测一下这个尸体有没有中毒。中毒？中毒怎么会爆炸呢？所有的可能性都得来一遍。行，主要呢就是检测他有没有注射或者吞服过安眠药、镇静剂、神经毒素之类的。好，我尽快。这么好的衬衫，可惜了。那等5件事完，你把这拿回洗洗，接着穿。你敢给我就敢穿啊！燎光怎么样啊？漂亮。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感觉我心跳都要暂停。谁问你这个？我是说他有没有嫌疑？有，所以我还得再见他一次。今天晚上呢，我约了他吃饭。这种女人你玩玩可以，别认真啊。你不阻止我呀？我为什么阻止你啊？他是犯罪嫌疑人呀。哎，跟你开玩笑的。走吧。去哪儿啊？宝山酒楼啊，就在影院旁边。你不是刚吃过糕点吗？目击者声称，高松刚从宝山酒楼出来，就直接去了电影院。所以只查不买单。可恶！那你一个人待着吧，我跟佑宁去。早晚撑死你啊！电梯坏了。哦，电梯出了点故障，正在抢修。2位辛苦一下，走楼梯吧。点太背了。才5楼，爬个楼梯你能死啊？要不我背你呀？还是我背你吧，1层10块大洋。5块钱。午市的时候啊，高先生他确实在我们这儿吃的饭。就他自己吗？当时还有一个戴着帽子跟墨镜的一个人同行，他俩背对着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啊。期间他俩发生一些争执啊。争执的内容是？哎呦，抱歉，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放心，你说的我们都替你保密。他说什么了？那个人说啊，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没有我，你连个屁都不是。高先生说，我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你不要太自以为是。然后那个人说，麻烦你走远点可以吗？然后呢？然后我就走远了呀。那你还挺听话的。不然我站在那儿挨骂吗？二位，你们要点菜吗？不点。我刚爬了5层楼，不让我吃点5味鸡尾糖吗？菜单。不用。高松今天中午吃什么？给我点一样就行。哎，好嘞，我给您看看。
东坡肘子、红烧肉、走油肉、梅菜扣肉、九转肥肠、小油鳝丝。哎，等一下，这个是高松点的菜吗？是啊，你不知道，高先生他特别喜欢吃肉，几乎是无荤不欢。点这么多，他吃得完吗？他的饭量可不是一般人的饭量，我们私底下都说他可能是8届转世。他是明星啊，能这么吃不怕胖吗？保证运动量，胖不起来。那二位，我还要按照菜单上给您上菜吗？啊，对，按照这些，快点。行。你就不怕撑死啊你？我呢，必须把这些东西全给吃了，我才能知道这些食物会不会相生相克，产生某些致命的毒素。为了查案，我命都可以不要，这是多么无私而又伟大的奉献精神。去死吧你！哎，怎么了？吃撑了？8个硬菜，他一个人全吃完了。你是没在现场，简直是叹为观止啊！我用我自己的肉体证明了这些菜是不可能产生毒素的，所以食物下毒的这个可能排除。把单子给他，报销。神经病！啊！我在医院找到的病历，还有高松的体检报告。上周的。这个人啊，没有任何疾病，也没有任何慢性病史，壮得跟个牛一样。毒物检测完成，怎么样？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安眠药跟镇静剂呢？也没有。这就奇了怪了。我得去他家看一下。可以啊，去归去，手脚干净点啊。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过分。放心，我会盯着他的。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哇，这哥们果然是8系转世啊，厉害！我说大姐，你翻你的，你老跟着我干嘛？被你的魅力吸引不行吗？你是磁，我是铁，情不自禁就想靠近你了呢。哟，这哥们儿品味不错嘛。从进门开始我就没看到有国产的东西，早知道拍戏这么赚钱，我也当明星去了。先把你的小肚腩去了再说吧。这样还看得出来吗？那你就这么一直吸着吧，看你能吸多久。嗯，他也吃这个减肥药啊？我就说嘛，他肯定有减肥药，所以他才敢这么吃。斯丹康美发霜、西蒙香蜜粉、巴黎素兰霜，明星就是明星，活得比我还惊喜。哎，你说这些真是他自己用的？确定，之前他坐咱们前面，我闻到的就是这个味儿。行，撤吧。这么快就撤了？该看的都看了，没什么新的线索。谭先生，您还好吧？2位辛苦了，案子有眉目了，应该快了。活生生的一个人，被炸成这个样子，这个凶手真的是死不足惜。你也别太难过了，高先生会永远活在观众心中的。谢谢。这开机前啊，我手头紧，4处冲击，真的是走投无路。要不是你爹出手相救，这电影都开不了机。这个电影还会公映吗？这是当然，这毕竟是小高的遗作，我们会竭尽所能，铺到所有的影院。
那是导演吗？是啊，今天剧组组装都来了，毕竟在一个剧组共事那么久，感情都非常深嘛。这哥们儿表情不太对啊。哦，这个嘛，小高平时爱改剧本，跟导演呢发生过一些争执，很快就要好了。这不，杀青的时候，俩人还抱头痛哭来着。林杰，感谢剧本。您是？我是巡捕房的探案顾问，小新路，路遥。啊，我听说过，那个探案剧本是你写的吧？正是。案件很精彩，台词儿就是有点水。不过改完后会大卖的。可惜高先生都死了。上海滩又不是他一个明星，如果你放心把剧本交给我，我去帮你谈价格，绝对是个天价。好啊，那麻烦你了。失陪了，慢走啊。大哥，他也有作案动机。无所谓。无所谓，万一他是凶手怎么办？那就等他帮我谈完价格再抓他也来得及啊。你疯了你！我以人格担保，他绝对不是凶手。你的人格？那你抓，你去抓呀！我就问你有没有证据，一天到晚给你机灵。这是谁啊？小高，这是他18岁的时候。这得有180斤吧？200，他前2年刚生下来。赶紧去趟永安百货。干什么？为什么？哪儿这么多为什么？让你去你就去啊！哎，那你去哪儿啊？小探长，没错，当天在宝山酒楼和高先生发生争吵的，就是这个人。当天在电影院，是你坐在高先生的邻座。这又能说明什么？萨利姆，轻点你啊！放心，音信早就猜出来了。在你家搜到了。我下面拍部电影，是个真人片，这是道具师拿给我的样品。还狡辩啊！你们要抓人，总要拿出点证据吧？这证据不够吗？不是，干嘛呢？这是？嫌疑人落网了。他不是凶手啊！怎么，非等他把你剧本卖了再说实话呀？不是你调研现场，我怎么可能不安插眼线呢？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全都知道。他要是凶手，我把脑袋摘下来给你。萨利姆 ，Yes sir。哎 ，No sir。你要是真想找到凶手，就把谭笑先带过来。谁？电影的制片人。乔探长，小高那边还没下葬，我那还有好多事儿，您要问什么，能稍微快点。放心吧，这次呢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流程也很简单，主要就是你呢交代犯罪过程，然后签字画押领钱。陆先生，您这开的又是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麻溜的自己认罪，我很累的，懒得替你解释案情。您这是欲加之罪，您让我怎么承认？嘴硬是吧？来人，给他动动刑。哎，可以啊，现在还会刑讯逼供了。逗他玩的嘛。漂亮。谭先生，请自辩。高松去世当日，我身上并未携带任何凶器，这是你们警方反复检查过的。谁说一定要有凶器了？想杀高松，根本不需要。
可是死者的腹部有开放性的伤口，不可能没有凶器。当然，是因为爆炸喽。如果是爆炸的话，必然会遗留爆炸残片。可是验尸官反复的确认过，死者体内什么都没有发现。因为这个爆炸物根本就不是硝石、硫磺等火药制品，这个爆炸物就是高松本人。自爆？开什么玩笑？高松本来是个200斤的胖子啊，最近几年才瘦下来。现在不是讲八卦的时候啊！你天天嚷嚷着要减肥，减肥的原理你总该知道吧？那当然了，减肥的原理就是总消耗大于总摄入，要么控制饮食减少摄入，要么运动增加消耗，最好呢是双管齐下。对啊，但是这个高松呢，他的饮食习惯极为不健康，喜食新荤油腻，而且食量极大。东坡肘子、红烧肉、走油肉、梅菜扣肉、九转肥肠、响油鳝丝。这哥们果然是8气省事啊！而且众所周知，高松从来不运动，他既不控制饮食，又不运动，想要减肥，就只有一个办法：减肥药。没错，高松为了减肥会长期服用一款减肥药。这款减肥药我也吃过，是可以保持身材，但不至于死啊，更别说人体自爆了。这款药的学名呢叫做2硝基苯酚，是典型的解偶联剂。说人话，解偶联剂使氧化和磷酸化脱偶联，氧化仍可以进行，而磷酸化却不能进行。它能增大线粒体内膜对氢离子的通透性，消除氢离子梯度，因而无 ATP 产生，使氧化产生的能量全部以热的形式散发。简而言之，好吗？简而言之就是增大新陈代谢，消耗也跟着增加，达到减肥的目的。但这也不至于死人吧？那如果剂量足够大，如果按照用量的话，吃5粒就能保持身材，那谁会一次吃10粒、吃50粒啊？况且剂量大，新陈代谢提高快，也不至于死人啊。如果把单位药片浓度提高，使代谢短期内大幅上升，再让人剧烈运动大幅提高心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体温急升、心跳紊乱、血管宛如炸弹，体内发生自爆。昨天我喂小白鼠吃下了大剂量的减肥药，然后迫使它们在笼中运动，结果你们看。就算减肥药能致死，那也不能证明我就是凶手啊！你猜，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我怎么知？那天，我和佑宁去吊唁，活生生的一个人，被炸成这个样子，这个凶手真的是死不足惜。当时伤口更像是被打母弹打出来的枪伤。而且佑宁为了卖报纸，还特意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叫做“来自幽冥的子弹”。知道是爆炸的，除了我们这些内部人员，就只有你了。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我还没说完呢，别着急。你们这个电影按照投资成本来看，算是一个实打实的大片了。可为什么要在这么破的一个影院做首映仪式呢？大家都知道我拍完电影资金紧缺呀。哦。那你为什么要拒绝星光影院免费提供的场地呢？那是小高嫌他家离那边远。你是为了影院旁边的宝善酒楼吧？此话怎讲？宝善酒楼属于高层，而且离影院非常近，招牌菜又是高松喜欢的那些大鱼大肉。根据他的习惯，通告之前会就近用餐，所以当日高松必然会选择去宝善酒楼吃饭。那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那天我们去爬了5楼，你都忘了吗？哦，电梯出故障也是我的问题。哎，我只说爬楼，没说电梯出故障，你还是少说2句吧，太容易露馅儿。高松平日出门都是车接车送，基本上没有运动的机会。你为了让他增加当天的运动量，特意在电梯上做了手脚，被迫让他爬楼。
普通人呢，上几层下几层，除了累点呢也没什么。但对于他一个吞食了大量减肥药的人来说，2硝基本酚会要了他的命。影片开始放映，高松入座后，药效开始起作用，他身体发热，口渴喝水，而水中早就被加入了镇静类的药物，使高松进入昏迷或者睡眠状态。这个时候，观众都在看电影，根本没有人注意他的状态。可是验尸官在死者身上并没有发现安眠镇静药物的存在。他身前穿的衬衫已经被汗给浸透了，你想象一下，他之前出了多少汗？我懂了，镇静药物原本剂量就不大，再通过体表由汗水代谢掉大部分，所以就查不到了。没错，服用了2硝基本酚之后，体温本来就会大幅度升高，会导致大量出汗，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推理。当日的影院确实很闷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出了汗，我们确实忽略掉了这个。高松昏迷以后，即使体内已经产生自爆，也无法挣扎求救，极为安静的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一个明星死在影院，也算是死得其所吧。凶手应该是在案发前天把减肥药替换为了高浓度的药物，等到高松死后，再悄悄地潜入了他的家，把高浓度药物取出，又将原药物放回。我在高松家找到的减肥药，每瓶装有150粒药。高松本人于瓶身标记开瓶日为案发5日前，应该是他提醒自己开瓶后有效期之类的，以确认高松每日都会服药，1日5粒的话，到案发日应该还剩下125粒。然而瓶中却有130粒药，正是由于凶手直接将原药放回，忘记减去高松当日应服用的5粒药，我正是由此推断，药物被人调包。谭先生，听说你留过学？没错，学的是这个化学专业吧？是文学。少来了，我有证据。之前在灵堂上，我看你倒过水。这种习惯类似于使用烧杯引流棒，只有常年做化学实验的人才可能有。你的留学记录发个电报就能查清楚，别撒谎。对，是化学，那又怎样？所以你有能力从大量的减肥药中提取2硝基本酚，制成高浓度的减肥药。你不要血口喷人。行，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最近从允安百货订购这么大一批减肥药，是拿来干什么的呢？这个是订购记录。你也不胖，你别告诉我你是要拿来减肥啊！提取2硝基本酚会有蒸馏的过程，所以即使你把设备都扔了，你家的天花板上也会有药物的残渣。要不，我们去查查。不用，我认罪。为什么？因为你爹。去死啊！这个家伙呢，拍电影缺钱，问你爹借了高利贷。本来呢是想指着这个电影挣钱还债，可惜没想到公映之前，高松对沈瑶光始乱终弃。你爹知道之后，找人把高松毒打了一顿。这个八卦出去了之后，对高松的名誉有损，肯定会影响票房。紧接着，女主角又拒绝参加首映礼，还不接受媒体采访。这个时候，只有把高松干掉。第一，这是一个头条啊，可以增加曝光度。第二，这是高松的遗作，而且死法跟电影里一模一样。如果这个片子不赚钱，你欠的那些高利贷，别说卖车卖房了，连命都得搭下去。你还少说了一点。什么？瑶光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孩，那个伤害她的贱人死有余辜。书记。报应，报应，报应。这哥们也算是个情种了。